我们平时总说英雄，英雄的，但到底啥叫英雄呢？在中华文化里，这英雄的定义可太丰富了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。在古代，英雄很多时候就是那种特别有勇气、特别厉害的人物。比如说花木兰，她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女英雄。那时候北方经常有战事，木兰的父亲年纪大了，根本没法上战场，木兰就偷偷地替父从军，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！她在战场上厮杀了这么多年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她就是那种为了家人，为了华夏大地的安宁，敢于挺身而出的英雄。还有岳飞，那更是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。金军入侵南宋，岳飞组建了岳家军，带领大家奋勇抗击。他的那份精忠报国的精神，激励了多少代人啊！他就是那种为了华夏的百姓能过上安宁日子，不惜牺牲自己的大英雄。但我们中华文化里的英雄，可不光是那种在战场上拼杀的。像张衡，他发明了地动仪，这在当时可是世界首创。他用他的智慧帮助人们预测地震，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。这就是那种拥有大智慧、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。还有蔡伦，他改进了造纸术，让纸张变得更容易生产、更便宜，这可不得了啊！以前没有纸，人们只能在竹简或者丝绸上写字，成本高不说，还特别不方便。有了纸之后，知识可以更广泛的传播了。蔡伦就是那种用自己的智慧推动社会进步的英雄。在中华文化里，英雄还得有高尚的品德。比如说屈原，他那可是个大才子，一心为了楚国的兴盛出谋划策。可楚王不听他的，他被流放了。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国家，最后投江自尽。他的那种对国家、对正义的坚守，让后人敬佩不已。还有文天祥，在南宋灭亡后，他被元军俘虏了，元军威逼利诱，想让他投降，可文天祥坚决不从。他那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是多么的有气节呀！他就是那种品德高尚、坚守正义的英雄。我们说这些英雄，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能给后人树立榜样。像孔子，他虽然在政治上没怎么混出个名堂，但他在教育上的成就那可是举世闻名。他创办私学，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，让更多的人都能读书识字。他的言行被弟子们记录在《论语》里，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。孔子就是那种用自己的言行给后人树立榜样的英雄。还有司马迁，他遭受了宫刑，这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多大的打击啊！可他没有倒下，反而忍辱负重，写出了《史记》，这可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后人什么叫做坚韧不拔。其实啊，英雄的定义也是随着时代变化的。在古代，华夏大地经常有战乱，所以那种保家卫国的英雄特别受尊崇。到了近代，华夏大地面临列强的侵略，像林则徐、虎门销烟，那种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就站出来了。再看看现在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，航天员成了新时代的英雄。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贡献的人，也是英雄。比如在疫情期间，那些医护人员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冲在抗疫的第一线，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。其实啊，英雄不一定都是那些历史上有名的人物，在我们的身边也有许许多多的英雄。比如说，那些为了家庭努力工作的父母，他们在外面辛苦的赚钱，为的就是给家人更好的生活。他们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他们为了家庭的付出，难道不也是英雄吗？还有那些在街头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，无论严寒酷暑，他们都早早的起来，
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给城市带来了整洁和美丽。他们也是我们生活中的英雄。我们说了这么多英雄，其实英雄也不是那种高不可攀的存在。只要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遇到困难不退缩，愿意为别人付出，那我们也能成为自己生活里的英雄。比如说，你在学校里看到有同学被欺负了，你站出来制止；或者你在路上看到有老人摔倒了，你主动去搀扶。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，其实你已经在别人的心里成了英雄。英雄的定义，在中华文化里就是这么丰富多样。他们有的勇敢无畏，有的智慧过人，有的品德高尚。他们来自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行业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愿意为了别人，为了社会，为了华夏文化做出贡献。我们虽然不一定都能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英雄，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做自己的英雄，为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